嗨，小伙伴们，好久没有更新了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。那这一期接着聊 iOS 自动化测试的一些 capabilities， 主要是跟 WDA， 也就是 WebDriver Agent 相关的。由于参数比较多，就只挑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讲。在之前讲 iOS 自动化的环境搭建的那一期视频，以及如何快速上手 iOS 自动化测试的视频中，有讲到配置 WDA 时是使用完全手动配置的方式，需要设置一些签名相关的信息。这些参数的话，都是需要手动配置 WDA 的前提下使用的。其中这几个之前的视频基本上都讲过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注意一下这两个参数。先来看一下以前的示例。之前我们用这个参数，主要是告知 Appium 去哪里找到预编译的 WDA。现在把这个注释掉，换成这两个参数。作用其实差不多，但是这里有个小坑，接下来演示的时候就会遇到。OK， 先来手动编译 WDA。好，编译成功了。看一下 WDA 的安装包。我这个测试机是 iOS 17以上的版本，按照惯例把 XC 开头的内容都删除一下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后缀为 XC test run 的文件，那这个 Bootstrap path 参数填的就是这一个文件所在的路径。注意，一定是绝对路径，并且不包含文件名的。现在来启动 Appium。运行一下，看到有报错了。你看这里它有说的是找不到这一个文件，它这里要求的这个文件名是这样子，而我们这里它还有带了一个 SDK 的版本号。这个应该是 Appium 的一个 bug， 因为按照官方文档的描述，这个文件名是允许包含 SDK 版本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手动修正一下。OK。好，测试通过了。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坑，所以的话我是不建议用这组参数的。现在还原回去了。接下来这几个参数呢，之前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。注意一下这个参数，无论是手动编译还是自动编译 WDA 都可以使用。Appium 自动编译 WDA 的话，会把编译的内容输出到这一个指定的路径。还有个概念要区分清楚，就是配置 WDA 和编译 WDA 是不同的两件事情。如果是手动配置 WDA， 配置好之后呢，既可以手动编译，也可以让 Appium 自动编译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自动配置 WDA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 Appium 自动编译了。现在来说一下自动配置的情况，就是对于自动配置的情况，
Appium 需要构建并签名 WDA， 然后安装到手机上，而签名必须依赖苹果的开发证书和有效的描述文件。对于免费的开发者账号，就需要自己去生成描述文件，只能半自动配置。为了演示一下半自动配置 WDA， 我先把 iOS 自动化驱动卸载重装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手动配置过了嘛。先把这个 Appium 停掉吧。好，重新安装。这里不带版本号的话，就是安装最新版本的驱动了啊。重装完了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这就是没有配置过的状态，可以看一下这里都是初始默认的Bundle ID。那对于半自动配置的情况呢，我们可以手动去创建一个冗余的项目，这里选 iOS APP， 这个名称的话就填 WebDriver Agent Runner。这个 team 的话就要选一下自己的这个个人的 team。点击根目录，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信息。可以看到这里生成了一个描述文件，6天后过期。其实我们创建这个项目呢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个描述文件。来看一下这两个参数，自动或者半自动配置，那后续我就统称为自动配置了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填这两个参数。那这个信息可以从哪里获取呢？就是通过这一个命令可以获取，但是需要注意区分一下，在这一个命令的输出当中，如果是付费的开发者账号，那要取的是这个括号里边的这一串，也就是组织 ID。那如果是免费的开发者账号的话呢，就是取这个 OU 这个字段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就是要取的是这一个 OU， 因为是免费的账号嘛。这个固定填这一项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一个参数的话呢，其实跟这两个参数组合是一样的效果，只是把这两个参数的值放到了这个配置文件当中。这个配置文件的话，可以自己随便新建一个，后缀名是这个 xcconfig 就行了。这个的话就是自定义的 WDA 的 Bundle ID， 我们就填这一个就好了。就是刚刚新建的这个项目里的这一个 Bundle ID， 然后这一项的话呢，就建议设置为 true， 就是允许自动把目标的测试机注册到描述文件中。它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在 Appium 自动编译 WDA 时，向 Charcoal Build 这个命令传递这两个参数。就不设置的话，可能会引起一些别的问题。OK， 然后这两个参数的话呢，讲起来就有点麻烦，后面再单独做一期视频吧。
来看一下代码，我们演示一下自动配置的情况，还是以计算器为例啊。然后测试用例也是之前的那个加法，测试加法，这就不多说了。那这一项的话，就填刚刚这个输出 OU 这一项。我这是免费的，所以取这项啊。如果是付费的话，就取这一项，括号里这个。这个的话，固定填这项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新建项目的这个 bundle ID。这里还是之前的这一个目录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内容先清一下。这个设置为true。这里呢，打印一下插扣的日志，方便有问题的时候排查。好，启动 APM 服务。下来执行一下。回到终端看一下 APM 的日志。可以看到这里插扣的这一部分，它已经在编译 WDA 了。报错了，来看一下。这个超时了。它居然在验证这个版本的模拟器，但我这里其实用的是真机。再试一下。好，测试通过了啊。来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截图，1+3等于4，是我们这个测试用例的结果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。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